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题目有2个，第一个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前景还值得期待吗？第二个是中国经济下半年下行压力增加一个讲宏观经济，一个讲行业，基本上今天是一个财经话题。不过呢，我希望我们的财经话题可以稍微的没那么枯燥尽量的讲的生动一点昨天港股跌到妈都不认得妈都不认得了就是连老娘都不认得了，跌得很惨，暴跌3%，是连续第9个交易日重挫那么创下今年1月以来的新低。那么暴跌的原因主要是科技股这个恒生科技指数最为惨烈，重挫4%然后比这个昨天比这个2018年的高点回撤了33%那么港股广东话叫扑街那主要是互联网行业集体遭到抛售那么其中这个腾讯股王腾讯大跌3.7%，阿里、百度跌4%，美团跌6%。那么从2月18号崩盘开始算起，那么这批互联网巨头大多已经暴跌了超过30%。那么市值前10大互联网的巨头累计蒸发股市值已经超过了6万亿港元6万亿港元相当于一个腾讯的一个腾讯的市值，就是蒸发掉了一个腾讯那么4个月跌掉了一个腾讯。问题来了，互联网巨头到底出了什么事去年被市场极度看好，今年又被市场残忍的抛弃为什么？我们来算一下这个，先看看这个前10名的互联网市值的这个中国互联网巨头有哪些第一个腾讯是我现在念的全是人民币计价人民币腾讯到今年2月份是5万8千亿人民币那么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4万6千亿然后是美团1万9千亿拼多多1万5千亿，快手1万亿，京东9600亿，然后是小米5700亿，百度是5700亿网易是5500亿，然后是贝壳4900亿然后中国的互联网的富豪，我讲的是互联网腾讯是腾讯马化腾是709亿美元那么黄峥是拼多多695亿美元丁磊371亿美元，王兴309亿美元，张一鸣就是那个抖音的老板就是字节跳动277亿美元，雷军258亿美元，张志东253亿美元，刘强东233亿美元，张涛149亿美元。好，暴跌的逻辑是什么？暴跌的逻辑当然触发这个导火索是前天市场监管总局对22家互联网企业的罚单每家22不是22家是22起这个互联网的并购案的一个罚单。那么其中是阿里巴巴是6起，腾讯是5起，美团1起，滴滴是8起。那么昨天的中午那么这个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再补一刀补一刀什么呢？说了什么呢？他是这么说，他说前段时间包括像蚂蚁集团反垄断情况进行了一些约谈另外也披露了相关信息，垄断现象其实不仅仅存在于蚂蚁集团一家，其他机构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对蚂蚁集团采取的措施，我们也会推行到其他的支付
服务市场主体。我相信大家不久就会看到这个情况，希望大家批评监督，有什么批评和建议可以向我们提出来，我们共同推动支付服务市场向前走。这明显是要把这个腾讯拉出来打给大家看因为支付领域嘛，就是2家公司，一个是支付宝，一个就是微信支付。那么如果他说还有别的支付市场主体，那就是腾讯。到了晚上呢，这个银保监会消保局局长郭武平又补一刀补一刀什么？他说大型互联网平台向金融机构收取导客引流费或者是信息服务费，推高了融资成本在现有的案例里，大型互联网平台导客引流费或者是信息服务费大概是 6% 到 7%， 实际上银行的贷款利率是 4% 到 5%， 所以整个实体经济和企业的融资成本里面，大型互联网平台占了很大一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提供风险缓释措施的市场主体又是 6% 到 7%。 所以我们现在讲减费让利，既要在银行端，同时又要加大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等市场主体在收费方面的监管力度这个话什么意思那么现在不是讲银行要给实体经济减费让利嘛那减费让利，你让1个点半个点已经非常厉害了，可是互联网平台这个导流费还有这个缓释措施、风险缓释措施其实就是支付宝帮他们给一些算法降低他们的这个信贷风险那么有 6% 到 7%那么意思就是互联网平台你也得降价那意味着他们收费要下降所以这2刀下去，市场就觉得不好玩了然后网信办相继宣布对滴滴出行、运满满、货车帮就是满帮，还有 Boss 直聘4家公司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再往前看是今年4月，阿里巴巴罚了182亿那么其实这一系列的行为我们往源头上看，源头在哪里？源头是去年12月的11号，政治局会议明确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那么此前市场监督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做一个铺垫市场监督总局主要是针对反垄断，然后政治局出了一个正式的就是在这个行业的一个指导精神所以今年一路下来，政府的政策加强监管的政策，这个非常的强所以互联网巨头的大跌，这就是最重要的政策面，这是第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行情背景。那么去年抱团取暖，记得吗去年中国股市抱团取暖最极致的是什么？就是互联网巨头所以呢，去年恒生科技指数是去年7月27号正式挂牌，那么到了今年2月份，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那么暴涨，整个的指数暴涨了 50%， 那你想一下，指数暴涨 50%， 那很多股票都翻番了可见去年这个市场抱团的这个疯狂程度那么所以呢，互联网这个巨头们都涨疯了少者涨1倍，多了涨4-5倍都有，估值远超去年5到10年的平均水平所以呢，去年涨了这么多，那么今年当然也有回撤的压力这是一个市场的背景但是
互联网巨头集体跳水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中国的互联网变了啊，市场对于互联网行业的前景的乐观预期发生了变化。那我们今天讲第二点，叫什么？中国互联网之变啊。那么一个行业、一个企业都会有周期啊，不会永远活下去的，很多企业都是有周期的。那么初创、成长、成熟、衰退啊，基本上这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那么进入初创阶段之后，企业通常会进入一波快速成长的阶段。那么业务呢广泛的开花，业绩节节升高啊，增速停不下来，赚钱效益非常明显啊。然后资本市场就一哄而上啊，那么估值股价直冲云霄。我们讲的是互联网企业啊，不是每种行业都是这样。然后就走向成熟啊，那么这个时候通常是一个企业最高光的时候啊，高科企业通常就都是这样子啊。不过走过了成熟的期之后，除非技术进步等客观因素出现一个第二个成长曲线，否则的话它就会走向衰落啊。那么原来被抬高的估值也会慢慢的回落啊。那么大体上一个企业啊，互联网企业大体他们的生命周期规律大概是这样。那么当前中国互联网行业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呢？中国的互联网是90年代兴起，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快30年啊。那么如果基本上你到了20多年，这个升高定型已经差不多了，基本上走向饱和啊。互联网是一个流量生意啊，流量就是每一个用户啊，流量靠每个用户贡献出来啊。那如果你用户到顶，那就基本上流量到顶啊。换言之，如果你增长见顶啊，那么如果你增长见顶，那你就离你开始下跌就不远啊。那么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互联网行业都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啊。那么基本上是人手一部电脑啊，人手一个手机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拿社交平台来说，2021年一季度披露，就说微信，我们就拿微信来说，微信用户总数已经达到12.5亿啊，12.5亿。那么对比一下，中国人口是14亿，统计局公布的啊。那么恐怕除了年纪太大的老人，还有就是小孩子以外，基本上人手一个。那么应该还有人是有2个啊，因为你想一下，小孩子有一大堆，对吧？读书学生有一大堆，老人有一大堆，那么你12.5亿应该都饱和了啊。那么互联网行业无疑已经进入了一个存量竞争的时代。那么在这个环境之下，互联网巨头们想维持高增长，只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办法？突破原有的界限啊，去蚕食更多的传统行业的这个蛋糕，维持它的高增长。这是一个对于互联网来说，它想维持高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蚕食传统行业啊。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的原来的客户重新挖掘一遍啊，就是原来你在这个客户身上挣10块钱，你把它想办法让它变成20块钱。但除非你有新的服务啊，新的业态出现，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实现这种增长。你可能从10块钱变成12块钱有可能，但变成20块钱可能性就很小。但是互联网的增长就不是这样的增长，所以你必须开拓新的市场，大规模的开拓新的市场。当互联网的企业遇到增长瓶颈，在蚕食这个传统行业、传统产业的时候，中国政府开始警惕了啊，特别是互联网的巨头们开始染指金融行业啊等国企聚集的这个领域的时候，
那就不能忍，那怎么办啊？那监管就开始出重拳啊，出人打击。那么这个今年4月份，阿里被罚182亿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代表着中国互联网行业野蛮生长的时代的结束。在此之前，中国互联网还在野蛮的生长啊，野蛮生长，像处于一个奔跑的状态。那从此之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企业采取了强监管，将是一个常态啊，也给互联网的行业戴上紧箍咒，这个地方你不能碰啊。那么现在中国政府的口号就是2个，第一个反垄断啊，用反垄断去打击这个互联网巨头，这是第一个反垄断，天天喊反垄断，没事就拿来搞一下啊，搞得这些互联网的企业很麻烦啊，也浑身蚂蚁，这第一个。第二个，反资本无序扩张啊，无序扩张你可以忽略啊，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共产党就是这样，他要反对的事情给你先污名化，然后再无序扩张。资本有什么无序？资本的扩张就是扩张，没有无序扩张，资本的所有的扩张都是无序的，但它有它的逻辑。这意味着2点，第一点，互联网企业将被压缩在本行业的领域内运行，不能够往外跑，往外跑就会打击你啊。就是说不能像其他的产业，当然包括传统产业，包括其他的产业进行渗透扩张，这就是不行，不能让你就给你戴上紧箍咒啊！你要是不老实就念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随着互联网行业的这个逐渐的饱和，互联网行业会越来越像传统产业啊，越来越像。所以呢，结果中国互联网高速增长、持续增长的前景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啊！所以这一波的大跌实际上是预期这种宏观行业层面的变化啊！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大跌的逻辑是什么？大跌的逻辑就是中国互联网已经开始变了啊！那么第三，中国互联网这是万亿，你看我们讲的都是万亿啊，万亿人民币的这些4万亿、5万亿，这是万亿的企业，中国最大的企业全部都集中在互联网啊，互联网行业啊。那么，以前中国的互联网都动不动就是50%、60%的这个增长啊，那么今后这种难度就很大了。所以估值往下估值的很正常啊，所以想保持高估值，你就要高增长。如果你没有高增长，你就不会有高估值啊。那么目前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大部分都是有20倍的估值，从形势来看。反垄断也没有到头，然后反这个无序扩张也没有到头。如果后续持续的打击，那么这些互联网巨头的估值会继续受到压力啊，拾阶而下啊。这是如果我们再去分析一下互联网本身，它并不是铁板一块一模一样的。互联网的这个巨头也会走向分化啊，因为大部分企业都会随着流量见顶，互联网的生意是这样，流量上升，然后呢，它业绩就上升，业绩上升，然后估值就上升。那当你这个流量见顶，那你就当然业绩就见顶，业绩见顶，那么估值也见顶。见顶是什么意思？见顶就是要拾阶而下。那么互联网的最终归宿就是什么？它就会变成一个有点像我们讲的这种基础设施啊，就是像滴滴啊，滴滴出行就是基础设施，像腾讯微信、支付宝、微信支付，这基本上都可以反映基础设施的特征。
所以呢，互联网就会慢慢的失去它的光耀照人的业绩啊。但是互联网行业会落幕吗？或者互联网行业有没有机会东山再起？这取决于2点。第一点，中国政府的政策，中国政府的政策会不会改变？大家知道，在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就是互联网企业，他们有资金，他们有技术，他们有管理，他们有品牌，他们有市场运作能力，他们公司治理水平最高，所以基本上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全部集中在互联网。那么中国最差的企业、最落后、最腐败、最效率最低的企业全部集中在国企啊。那么你现在把这个互联网的企业圈在一个猪圈里面，不让它出来，然后让这个猪满世界跑，对中国经济当然不利。你现在把这个最肥沃的全部给国企，那当然中国经济整体来说就竞争力就会下降，而且中国经济的活力会下降。所以呢，最后把互联网关在笼子里的政策会持续多长时间，还是一直持续下去？如果一直持续下去，那互联网企业就不用翻身了，想都不要想啊，就差不多就这样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政府的政策。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中国企业、互联网企业会不会有新的这种创新啊？你比如说腾讯。腾讯把这个脸书抄一下，搞一个微信出来，搞个微信出来，腾讯吃微信吃到现在，对吧？所以当然，中国互联网企业没有创新没关系，看一下美国这些企业有没有新的创新，再抄一把，反正都是抄的。那微博抄的推特等等都是抄的，反正都是抄的，也没有自己。创新就不指望啊，就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创新可以抄一把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我们再梳理一下，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他们面对的3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流量见顶，那我就讲过了，微信的用户数已经都到了12亿多了。那你再增长的空间是基本上我认为是没有流量见顶流量见顶这是一个第二个，政府把第2条路给堵了，就是向其他的传统行业延伸扩展，或者互联网自己讲的好听叫赋能就赋予新的增长动力叫赋能，但是其实就是吃他们的饭第3个就是什么？第3个就是出海外。出海外呢，你想一下，这些企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但是你有没有见中国企业去海外？没有，为什么？有一点吧，你像淘宝也出海外，但是海外对它的业绩贡献实在是微不足道原因是什么？原因有2个。第一个，中国企业呢，它本身是靠什么呢？就算是互联网的企业，它也是靠中国政府把这个门，把中国的这个篱笆修得很高，它才是在里面能够叫什么吃独食所以你要是中国真的开放市场，它还不定怎么样。你不信，你把这个互联网行业打开看看，那要是 Facebook 往中国一跑，这几个亚马逊全部跑进去。推特跑进去，你想想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会怎么样？不好说。所以他们的竞争实力，他们也自己知道出去没什么饭吃所以他们的效率也没那么高，没有那么强的竞争力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你把这3件事情往中间一摆，未来一段时间有一件事情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互联网行业他们的前景将会极度内卷化，这点应该是不意外那我们再讲讲什么呢？我们再讲讲这个互联网的，现在互联网
中国互联网的版图怎么样？版图大概互联网基本上互联网平台基本上有两个属性，一个叫用户，一个叫商业化。用户是互联网平台的收入基础，商业化是创造收入的过程。那么我们按照这个叫什么？叫这个用户的数量用户的数量是两个轴，一个是粘性，一个是数量，把这两个轴一拉，中国主要的互联网平台基本上在5个圈子里面那么这5个圈子基本上把中国互联网的这个市场已经瓜分代币了现在已经基本上你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平台性的经济已经不大可能再出现了那么各大互联网平台已经把绝大多数的用户通道，然后就是商业模式已经瓜分完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再去出现或者建立一个新的平台性的这个公司已经不可能出不来了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互联网平台他们的竞争格局已经进入一个最稳定的时期，之前很不稳定，因为大家都在打竞争打仗，价格战各种战比如说当初的这个美团跟饿了么那打的就是直接就烧钱，不断的烧钱，烧的现在大家的市场边界已经差不多基本上稳定当然所以我们讲现在互联网基本上大局已定，不过呢还是有人期望什么呢？期望这个字节跳动推翻腾讯那个拼多多美团颠覆阿里这会有这个当然这个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它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它肯定要有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进入中国互联网行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大家的边界大家的护城河都相对比较稳定那我刚才讲这5个圈子是哪5个圈子第一个圈子叫霸主霸主用户数量和用户粘性最高水平，当之无愧的霸主目前就是有2个，一个叫腾讯，一个叫阿里巴巴，这2个是当之无愧的霸主。不过呢现在又蹦出一个新的叫这个字节跳动就是抖音跟 TikTok抖音字节跳动现在它也成为一个霸主，成为霸主之一那么这是一个这是霸主。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叫昔日霸主，当年也是霸主，但是呢他错过了一些机会，犯了一些错误，所以呢他失去了霸主的地位，但是呢他仍然有很大的基数，只是这个用户的粘性没那么强。所以这个昔日霸主谁呢？百度这个新浪，还有谁？360不过呢百度这2年艰苦奋斗有可能再脱离这个圈子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候补霸主就是用户数量仅次于霸主，粘性也仅次于霸主，但是呢他们呢也是一方诸侯非常也是势力强大那候补霸主有谁呢？有这个美团啦，有这个京东啦，有拼多多啦，有快手啦滴滴出行也算但只能算半个这个候补霸主。那么基本上这些霸主呢全部都接受了腾讯的投资像美团这个京东这个快手拼多多都接受腾讯的投资，只有一家接受了腾讯又接受了阿里的投资，就是滴滴出行然后呢叫垂直霸主讲的是他在某一个领域他是霸主，那么或者我们不叫霸主吧，霸主都这么多霸主吧，叫垂直诸侯
垂直诸侯呢，在某个领域他没有对手，他超强，所以但是呢，他要成为霸主又不可能，他没那么大的客户基础，但是他的粘性非常的高啊。那有谁呢？包括什么呢？你可以看一下哔哩哔哩携程、贝壳汽车之家、小红书58同城这个 TapTap阅文集团都属于垂直霸主。那么还有一个呢，第5个呢，这个圈子呢就怎么说呢，叫迷茫诸侯迷茫诸侯怎么说呢？它是有一定的客户基础，然后呢，在垂直领域不占据统治地位，也有一定的粘性，但是又不是不可替代，就有点身份有点尴尬，跑是跑出来了，但是没有形成它独特的优势。你比如说像唯品会美图秀秀这些蘑菇街搜狐映客陌陌这都是差不多都是这样都这些目前大体上就是这样那所以呢，中国你可以看到，中国互联网行业就是5个圈子，这5个圈子反映了这些企业不同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那么总的来说，无论是霸主还是昔日霸主，还是后任霸主，还是诸侯，各路诸侯，互联网的巨头们，他们将面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是什么？互联网不一样，他们面对政策上的改变，也面对市场上的变化。那么我认为互联网的未来比他们想象的要严峻得多那么大家在投资互联网这些企业的时候，要充分的考虑这些企业面对的挑战，大部分的挑战都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去改变的结果所以这是互联网的企业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再讲讲这个下半年经济的形势。下半年经济形势，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报道是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叫陆挺我很喜欢这个经济学家，他的一个分析的说法，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到位，所以我直接就把他的说法直接拿出来向大家报告，这不是我的看法，这是他的看法，不过我非常同意他这么说，他说一系列的信息显示，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有放缓的迹象。那么第2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就是比上个季度第2季度比第1季度增速有望达到 2% 就是第2季度比第1季度那么达到了 2% 也就见顶了。然后第3季度到第4季度环比就是比上一季度的经济情况增长会回落到 1.3% 左右，那么全年的增长会在 8.9% 左右。那么下半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越来越大的下行压力那么陆挺说，他说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局面，第一，报复性的消费反弹在今年上半年基本上消耗完毕。那么经过4月和5月小五一长假的反弹之后，报复性消费基本上结束，那么未来报复性消费的反弹力度相对较小，自然回落，这是第一。第二，去年下半年拉动经济复苏的出口，下半年可能出现明显的下行。他说甚至不排除第4季度出口出现负增长那么此前拉动出口快速增长的防疫物资和居家工作生活的需求会明显的下降，原因是前者是各国防疫工作取得较大的进展，而居家工作和生活的物资包括电脑、自行车、健身器材都属于耐用消费品，未来2年的需求会下降。此外，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也给企业的利润挤压
出口的意愿在下降。那么先行指数先行指数就是 PMI， 叫采购经理指数，出口订单的指数出现了较大的下行压力那么去年中国出口占全球的比例上升到 15%， 那么未来这一比例不会出现快速的大幅下跌，但是这个高点 15% 这个高点不太可能持续他讲的比较客气，肯定会跌下来与以往的周期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冲击的时候没有放松房地产调控，反而收紧调控那么3道红线等等银行的这个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等等。那么在今年下半年和2022年可能会出现房地产业的下行拖累经济下行的局面，房地产反而会拖累经济下行。所以从先行指数来看，先行指数讲的是土地销售土地销售的面积比2年前已经明显下降。那么另外大宗商品然后芯片短缺，部分地区的债务违约风险加大等因素，对下半年的经济也带来下行的压力。所以呢，随着经济逐步走向常态化，政策也开始转向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社会融资增速从这个2020年的10月10月它是达到了 13.7%， 降到了 11%跌回来了。所以呢，陆挺预计6月份这个增速会跌到 10.6%， 那么下半年下行空间有限，所以再下行一两个月就会回到 11%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之前有这个央行统计司的原司长叫盛松成说，这个当前是合理适度降息的好时机。陆挺反对陆挺不同意。他说他认为今年既不会加息也不会减息，原因是什么？经济下行那么就不会加息如果降息也会释放出混乱的信息，所以他认为既不会加息也不会减息大概就是这样。这是陆挺的看法，我觉得他的看法非常对我基本上同意。然后当然有些数据我们会有些混乱有的时候我们又讲实际的情况，有的时候又是跟着统计局的那个框架来走，所以基本上方向是没错的。下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增加，好吧，我们就连滚带爬的把第二个主题讲完。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那么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明谢 Mike 猪谢谢 HJ1985 谢谢 Mika 谢谢易涵谢谢2020年初成为听众，谢谢王老师今天的精彩分析谢谢观点：打击互联网的目的是既在维护传统国企银行利益，也是为国内全面推行数字人民币铺垫基础。CCP 为了加强对大陆14亿人的控制，会穷尽一切能想到的办法。至于数字人民币是否有经济和社会效应，并不是 CCP 的第一考量要素。CCP 考虑任何事情，首先是政治安全，只要能达到它增强对人民控制的目标，经济和社会效益都处于可忽略不计的代价。我基本上不同意。它是一个独裁的政权如果伤害了经济，对它也不利为什么改革开放就是没饭吃如果不计代价的话，那又会出现没饭吃的情况。所以我不认为他会不计成本的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货币，这跟其他东西不一样。货币一涉及到货币都是全局性的而且我认为中共现在手上握着
握着这个叫什么数字集权工具，已经足够让他去控制中国的老百姓。增加一个工具当然更好，但如果有负面的作用，他就要考虑一下这个影响，因为他手上有足够的工具。老实讲啊，所以我们只是为了政治口号来判断每一件事情，我是不同意的啊。为什么？很多人讲我们不能够用常理来分析中共的行为，中共的行为完全不合常理，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平常的逻辑去分析中共，这是个非常错误的判断。为什么？如果中共不是按照正常的逻辑去推断做出一个判断的话，中国经济就不会成为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中共的一些行为很乖张，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有一些事情我们看到了，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就不知道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大家要明白一点，如果他的所有的行为都不是按照我们世界上运行的逻辑去分析的话，你想一下，那个行为是非常可怕的。这就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你就算是文革它背后的所有的行为都有它自身的逻辑，只不过那些逻辑你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你没看到。你把那些补充完了以后，你会知道他其实也是选择按照正常的逻辑来选择对他有利的行为去做的。任何一个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他的行为一定是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自己的利益是很全面的利益。那他有可能会在某些局部付出代价，他权衡全面利益的时候，他也会去判断到底值不值得做。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中共，中共一点都不疯狂，他一点都不疯狂，他只是做出了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疯狂行为。这个疯狂行为的背后是我们有些他的思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我是不大喜欢这么去分析事情。如果我们总是以政治先行来分析事情的话，我们会变成什么呢？我们会变成看不清楚事情的本质，因为你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政治先行了，那你怎么会知道他背后到底真的是怎么想？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想，然后再以这个为前提去判断后面的发展是什么。否则的话，你永远分析不到的，永远想不到他会怎么干。观点，不管中国互联网是微信、直播带货还是 AI， 都建立在工业软件之上。和美国脱钩之后，国内就无法使用 Autodesk、MATLAB、SolidWorks 还有制药等工业软件，中国什么也做不了，这才是真的落后。非常对，非常对。我都讲过很多，就是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工业软件放进去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故事就没办法讲下去了。因为芯片，你讲中国芯片要做这个芯片做那个芯片，不说别的，芯片设计平台不给你用，你就直接就全部完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观点，从996福报到007奋斗，再到千百万外卖小哥以命换钱，搏命换钱，看似不可思议，但仔细想起来并不奇怪。中国互联网公司这些年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秉承200-300年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野蛮落后价值观，对内残酷剥削压榨员工，对外不择手段丛林法则，捡100年前资本主义丢剩的屎来吃，还吃得津津有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不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互联网企业野蛮落后的价值观，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些做法哈，这不是价值观的问题。我认为啊，不是价值观的，有两个互联网企业。当然，你现在中国的996到007分，996福报到007奋斗，不仅仅是互联网企业，基本上中国的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最早猝死的是哪个公司？华为啊。最早工程师猝死的是发生在华为，不是这些互联网企业。所以把这个账算到互联网企业不公平，其实这就是现在中国头部的这些大企业的生存状态。那底下的呢就更不用说了，头部的已经是这个样子。这不是价值观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企业压榨员工，他没有搞清楚核心。你看，你去看一下那个什么，你去看一下，对比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跟这个谷歌，以谷歌为代表的美国互联网企业，它的管理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呈现出来的业态是不一样的。那么美国从谷歌到脸书这些企业，你看他们有没有这样？没有这样。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压榨这些员工？因为他们的工作形态不同。美国的企业要求什么？当然他要求 KPI， 他也要 KPI， 但是真正的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他们员工的这种创造力，他们员工的投入，他们员工的创造力。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创造？当然也有创造，但核心并不是这个。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更核心。中国互联网我都讲，中国互联网的业态基本上是超美国的。倒不是说中国没有创造力，中国创造力的企业拿不到钱。为什么？没办法说服投资者。所以你见到的中国的企业都是有美国原型的这个企业。那他需要员工干什么？他需要员工就是吭哧吭哧的刨呗。他又受到局限，他的生存环境又被政府局限，他模式又在学美国。那你希望这个企业里面的它的价值在哪里？价值不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呗？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你从他们的背景来讲，他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他背景是这个样子。另外一个什么？社会，中国社会的这种状况。中国社会的状况是什么？人不是人嘛，没有把人当人看嘛，这是大背景。所以我觉得不完全是把这件事情仅仅算到企业身上，这是不公平的。是整个社会就是这样。你说这个互联网企业不行，那你到喜家去看看，更差好吗？情况：亚马逊全面清理中国商家，主要理由是虚假作为，包括虚假刷单、虚假评论等。几个大卖家丢盔卸甲，大量辞退工人。大陆企业未来更难。那就出口又麻烦了。情况：腾讯内部的问题也很严重，对于腾讯的投资有一定的了解。风控部门在投资过程中就是显摆，完全没有话语权。投资看中就一定要投，尽职调查的负面报告都逼着改。OK， 观点：字节跳动雇佣新加坡人周某当总裁，就是为了上市。现在看来，字节去美国上市应该没有可能，只有在香港和上海2选1了。情况：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王舍，请问这个死循环怎么搞？怕是问题是中共本身。这个跟我们现在讲的乱，中国有乱吗？有。你这讲的乱，其实中共嘴巴里的乱和我们概念中的乱和实际的乱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中共讲的乱是什么？中共讲的乱就是市场主体很多比如说市场上有300-400个企业在做
这一看得过去多乱啊！为什么？他控制不了，他把这300-400个人找来打招呼多麻烦呢？他期望什么？市场主体就3-4个，一个电话把这3-4个人找来，跟他们讲，你们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干哈。那个时候好，赶紧回去了。哎，这就不乱了，一乱就是300-400人，一找到3-400人，哎，这就很乱。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这样的态度，所以乱，这个乱字，中国政府的概念是：第一个数量多，第二个不受控制，他们自己搞一套，不听话，这就乱啊。所以抓是什么？抓就是该整的整，该关的关，就叫抓啊。一抓就死，就是噼里啪啦一打，你现在互联网就死了，就这概念。所以这个死循环其实讲的不是市场，讲的是国企，讲的是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是什么呢？这个通常这句话呢，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讲的是地方政府跟国企他们之间的博弈啊。观点：从中国互联网企业代表性的996、007的时间来看，的确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以透支年轻员工的生命代价换取暂时超过发达国家。不对，我讲的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力是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这个跟你讲的这个996不是一个概念。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力我都讲过10000次啊。其实这些企业完全不需要996，也不需要007，他们就可以做得很好，本来就可以做得很好。你看看谷歌，他们没有996啊 ，Facebook 也没有 ，Twitter 也没有996，为什么？这就是2点，靠这几个。你知道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多么人浮于事吗？这你什么996，有一半是在装样子的。如果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只是靠压榨员工来获取利润的话，它怎么可能有几倍的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的认知停留在这个阶段的话，那是不了解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中国互联网企业其实是叫什么呢？就是蛮人浮于事的啊，没那么高效率啊，也是中国企业的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办公室斗争啊，各种内耗啊，相当高啊。我们以后再来聊这个吧啊。情况：本人从事 IT 行业快20年，国内互联网行业3大世界领先的功能：割韭、罚没、维稳。另外一方面，如生活、生产安全、智能化、智能制造方面水平非常低，同时被所谓的国产化政策劣币驱良，这也导致很多优秀人才和科技公司流失。希望王老师做一期国产化政策的专题。好啊，国产化，可以啊，好啊，我找个时间来做一下。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要对互联网企业下手？是为了国企，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还是习本人认知上的根本偏差？我们讲了这么多题目，还要我答这个问题吗？你再把节目再看一下好不好？这2天的题目再看一下好吗？我们都讲了好几天了，我们只要讲到滴滴，讲到这个处罚这些企业，我们都一直在讲。我不打你，你自己再看一遍好吗？请问最近打击互联网机构是前几年国家一直大力鼓吹互联网加的伏笔，是等了好几年收网？请问王 Sir， 中国这种前几年政策鼓励和几年后收网的情形多吗？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中国我不觉得是这样，我不能够证实你的观点所以你还是要自己去证实情绪：全世界最垄断的政权的政党，去反企业的垄断，成天要推翻当今世界秩序的政党，去打击企业的无序扩张，真是闹剧。对啊，企业垄断最厉害的是国企对吗？
提问，请教王老师，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协调互联网与其传统产业界的冲突？你互相冲啊，传统企业也可以进入互联网，互联网也进入传统企业，一直在互相渗透，这就是发展的呀，这才是健康发展的，这才是互联网产业对传统产业的促进和提升啊。不需要协调，自己就会发生的呀。发生得了就发生，发生不了你就倒闭呗。你比如说亚马逊出来之后，中国的这些、美国的这些百货公司、购物中心倒了多少？像这个那几家大型的连锁的这些购物中心，大概至少倒了1/3吧。这就是互联网的冲击啊。怎么协调？没什么协调的，活得下来就活，活不下来你就倒，这就是市场经济啊。情况把通路导流成本与银行的利益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前者是一次性支出，后者是每年重复产生。一个3年的贷款，利息收入远超过导流，当然坏账成本还是要考虑，可是整个论述的逻辑极为粗糙。当然共产党讲过理，从来不讲理。情况本人在一街道办工作，每个月到手的工资2000多，但就这么点工资还被街道办拖欠3个月，理由是政府财政困难。但是他们在其他地方又大撒金钱，什么红色学习、实地教育等，其实就是党员去旅游。最近2天又开始拆除农村的窝棚，将农民建在田边用来看守的铁皮屋全部拆光，就是为了所谓的美丽廊道好看，不顾人民的死活，感觉就是王老师说的，干正事不行，就会整人。情况，本人建筑行业，今年政府投资在放缓，发改委审批项目周期在变长，感觉政府也没钱了。观点，职业学校学生被剥削，归根到底还是监管机构在这件事情上无利可图。如果抓到一个可以罚款，那教委、公安什么部门都会来分一杯羹。职业学校剥削学生，把学生卖给工厂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也不是个别现象，是全行业的，然后是持续了10几年的事情，中间出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不过呢不报道，所以这件事情不是监管的问题，是整个行业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责任是谁？教育部，没有别人，就是教育部。但是呢，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使用广东话叫唔高清，就是实际上不到18岁就让他来上生产线工作，签劳动合同，实际上是违法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成年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要说起来的话，要抓的话，那得抓好多人都在违法。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了没有底线。中国的社会就是一个这样的鸟样。所以我今天上午为什么我要把这件事情和习近平的这个豪言壮语放在一起讲，原因就在这里天天吹牛，天天吹牛。那你看看这么简单的事情，放在眼前的事情，管了没有？没管就这个样子。观点，资金全部集中在互联网企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都在赚快钱。传统企业投资周期较长，而互联网企业周期短。但是传统行业是社会的根基，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就像沙漠上盖的一个摩天大楼，迟早会坍塌。全民只想投机，很少有真正理性投资的。互联网行业周期也不短也很长。我们你看滴滴要看什么业态什么行业，我们不可一概而论。滴滴投了9年，现在上市所以要烧钱也是烧很多的钱。你把互联网这个行业的钱你拿给传统行业，你试一下，我保证你很快。只不过没有人愿意干这件事情。为什么？
传统行业的利润就是那么多，你再去加大投资，你的投资回报还会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互联网会拿到那么多钱，是因为它的高增长。传统行业你要拿那么多钱扔到传统行业里面去，你试一下，滴滴打车投了多少钱？200亿，投了200亿进去，你把200亿投到这个出租行业试一下，还不一样可以飞起来。那只不过呢，你传统行业你的那个重资产你的回报率没那么高，那滴滴它轻资产它投回报率高，所以同样是200亿，你的回报率是不同的，基本上情况是这样。所以都是基础产业，都是基础设施，滴滴也是基础设施，出租车也是基础设施，都是基础设施，没有这跟投机高增长，所有的资金一定是往高增长的领域跑，这就是经济规律。观点：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产业没有分工清楚，上游、中游、下游、销售各自应该做好自己的分工啊。观点：连广东都存在强迫劳动，那很难想象新疆的情况。情绪：昨天的 MCN 机构其实可以理解成为网红经纪机构，和明星经纪人一样，给达人输出内容、接广告或者是争取上通告等。现在越来越多的广告公司开始转型做 MCN。国内广告行业情况太恶劣，大家靠流量来撑起整个推广内容，所以最看的还是媒体号。做 MCN 机构有自己独特的资源，大家更好的拿单子，这就是它红火的原因。一家 MCN 机构可以有自己孵化，或者是直接签约独家，非独立达人试错大量号。提问：现在地铁都可以用数字人民币，请问王老师，中共是想把微信、支付宝踢走，还是想收购成国有？毕竟数据量实在很大。收购，大家不要天天想收归国有这事好吗？过去20年有没有发生过呢？没有。收归国有这件事，有没有企业国进民退把它收购的？有。但是你像支付宝、像这个微信支付这样的级别的企业，你去收购它要花多少钱？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要想得太简单，好吗？数字人民币我认为还是一个基本上对中共来说还是一个防守性的策略，就是在平衡币、其他的平衡币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先让数字人民币去把支付宝和微信的市场份额分摊一下，想办法让数字人民币成为支付的一个电子支付的一个主流，这是人民银行的主要的想法，我认为是这样。然后万一有个平衡币跑到中国来，它能够抵抗，否则的话，平衡币一流行，人民币就没有价值了。我认为是首先考虑的是这个，至于其他的衍生性的功能，那是次要不是特别重要。能不能把微信和支付宝踢掉不太容易，为什么？大家知道习惯是个很大的力量，要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啊。情绪刚刚网易推送，美国下不来台，920中国外长未到场，布林肯会见王毅心愿落空，简直笑掉大牙。那就让他自己撸一下呗啊。观点：没有经过民选的政府通过2种手段达到目前的大陆所谓民众认同：一、强迫；二、没有披露全部信息。所以除非防火墙倒塌，所有中国老百姓可以获得全部资讯，否则所谓老百姓认同是个伪概念。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共那么怕被抵制奥运？因为面子还是什么？这不是面子，这是政治影响。就是说，如果北京冬奥会被抵制，说明什么？说明中共不行了这个很重要。中共不行了，不是面子问题，这是里子这是里子。
当你要知道很多人为什么中国人要讲面子？中国人讲面子不是为了面子，是为了里子。是什么？我们都讲过，中国传统核心是什么？欺软怕硬啊，欺善怕恶，就是一看，哎，这个人有权有势，哎呀，我就得拍着点。所以你让自己变得有权有势，你会得到很多的好处，这些好处你不用付出任何成本，你就能得到的好处。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欺软怕硬？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跟红顶白。所以我让自己变得很强大的样子，至少样子得很强大，你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欺软怕硬。那中国传统智慧是什么？就是精准的知道谁软谁硬。你别拍错了，拍错反而浪费弹药。所以如果冬奥会被人抵制，说明什么？那中国人发现哟，中共不行了。当中国人一觉得哟，中共不行了，中共就会遇到麻烦，那中国人就会搞他，就会不在乎他，就会蔑视他，那中共的政权就有问题。所以你别小看这个问题啊，这是因为中国爱面子，不是这个，这是里子，不是面子。面子大家也别以为仅仅是为了面子，说这个人打肿脸充胖子，你以为是白打的？不是的，打肿脸充胖子后面是有好处的，有利益的。因为我一胖出去往那一走，大家一看哟，这是个有钱人，我还得拍着点，你会得到很多好处的啊。情况今天直播音质非常棒，很喜欢。请问王老师用的是什么麦克风？用的是这个 Blue， 大家看一下，就这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跟其实我那个麦克风是同一个牌子，这个便宜2/3，这个比那个还便宜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谢一下 TT 谢谢，姥姥王谢谢，益堂谢谢，请王老师吃宵夜，这段时间的话题都很精彩，受益良多，谢谢。不能吃宵夜，我们要减肥。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